什么？黄河的水不是黄的？你不是在逗我吧？要不然它怎么叫黄河呢？还有，山神不就是山上住着的神仙吗？你是说山本身就是神？你是在跟我讲童话吗？我还真的不是在跟你讲童话。今天呢，我继续讲我的青海旅行故事。离开西宁之后呢，我来到了贵德县。这个贵德县很有意思，首先就是这个县名。这个贵德县为什么叫贵德呢？其寓意是以德为贵，贵之以德，崇尚德行，怀柔边疆，和睦各族。那我们从贵德县的人口构成就知道，贵德县的常住人口约10.56万，人虽然不多，却有多达22个民族同胞共同生活在这里，其中少数民族呢占到55.56%以上，主体为汉、藏、回、土、撒拉5大民族。据说啊，贵德县在明朝的时候呢，曾经改为归德州，意为归顺有德之地。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又改回贵德，一直沿用至今。那为什么会改名叫归德呢？是因为藏语原名就是叫归德的意思，它发音是叫赤嘎归德，其本意是黄河渡口上绸缎编织的过河索桥。古时候呢，人们在黄河拉彩色的绸缎长绳，作为渡河的路标，因此而得名。我骑着我的追风马，从西宁一进入到贵德县的境内，就立马被这里独特的地形地貌给吸引住了。如果你曾经去过西藏的阿里的扎达县，你就会疑惑，这里啊和扎达县看起来简直就是一模一样，全部都是层层叠叠的黄土沟壑。你看啊，眼前成片连绵的山体，沟壑纵横，气势苍茫。我来给你看我在西藏阿里扎达县看到的土林地貌，这两者是不是很像啊？但是我总觉得呢，这两者又有不像的地方。扎达的土林地貌呢，虽然是自然景观，但是看上去给人感觉却像是人文景观，就像是几千年前的人类的遗迹，有着各种苍茫的古堡、人工挖掘的洞穴，还有看上去像碑林的土林。而贵德县的地貌呢，同样是风雨侵蚀而成，但看上去更像是自然的山体，而不是文明的遗存。我后来到查了相关的资料才知道，贵德县的地貌啊，跟扎达县的土林地貌它不一样，它并不是土质堆积而成。扎达县呢是远古的大湖沉积形成的土林，土质松软，而贵德县呢是红色砂岩形成的丹霞彩丘，它在地理上是叫丹霞地貌，这是一种岩层，已经硬化了。经过亿万年的风雨侵蚀，冰霜风化，形成这种是土非土、是林非林的地貌。这也是相比于扎达县的另外一种苍凉而震撼的感觉。简单的来说呢，扎达县的土林呢是泥土雕刻，而贵德县的丹霞呢是岩石雕刻，外观呢看似壮脸，地质根源完全不同。这边的山体确实和扎达那边有点像啊，长草。对啊，山上连树连草啥都不长，就底下这里长一点树。这些树都是自己种的，然后山上就是长。这是目前贵德县这片七彩丹霞地貌已经成为了国家地质公园，它不仅仅风景独特，更是地球留给人类亿万年的地质密码。它完整的记录了青藏高原的隆起、黄河成型的全过程，它是全球罕见的天然实验室。既然提到了黄河，我们下面就来说说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。黄河从它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，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是因为这条河里面充满了泥沙，所以看上去黄黄的。因为河水含沙量太大的关系，黄河在历史上还曾经多次改道，而每一次改道都造成了下游人民的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。如果用一尊藏传佛教里面的神来比喻黄河，吉祥天女的两面特质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。很多人都见过吉祥天女的威严的愤怒像，那是因为她为了降服魔障、保护子民而展现出来的雷霆万钧之力，就像黄河奔腾咆哮、裹挟泥沙时的狂野。但是很少有人知道，吉祥天女也有柔和慈悲的一面，在藏地的传说当中，她也被称之为白拉姆。
白拉姆肤色洁白，头戴高耸的发髻和花冠，耳戴大环，目光和善，嘴微微张开，身披白色天衣，内着大红袍，脚下穿红靴，端坐于莲座之上，右手持百杆长羽剑，左手托珠宝碗。他的形象既威严又充满慈悲，象征着圣洁与宁静，吉祥与功德。作为深受汉地文化影响的人，我们可能都喜欢寂静像，不喜欢愤怒像。但藏传佛教当中的神之所以有愤怒像，是因为需要保护他的土地和子民，就像父母保护他的孩子一样。吉祥天母就是这样的神，既有护佑众生的慈悲，也有斩断烦恼的威严，这多么像我们的父母啊！黄河也是如此，它既是孕育文明的母亲，也曾经有过狂暴的时刻。我们经常把黄河比喻成母亲，在甘肃的兰州、河南的郑州、宁夏的青铜峡都伫立着黄河母亲的雕像。把黄河比作母亲，似乎是刻在我们基因里面的共识。但是无论多么伟大的母亲，她自己也是有母亲的，她也会经历呱呱坠地，她也会发育成亭亭玉立的少女。而贵德县的黄河就是这样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。这里的黄河水是绿的，清澈见底。这里的黄河是宁静的，悄悄地流过，不发出一丝声响。这种纯净与祥和，像极了那位赐予吉祥与安宁的白拉姆，洗尽铅华，只留下纯粹的慈悲与美丽。世人皆知黄河万里皆浑浊奔腾，而唯独流经贵德的黄河碧波荡漾，清澈见底。岸边静静地伫立着黄河少女的雕塑，也在告诉我们，黄河的上游本就是这般温柔纯净，不染尘埃，如初生少女一般的清致灵动。既然说到藏地的神，下面呢，我们就去看一下贵德县本地土生土长的本地神仙。沿着贵德县的公路一直往北，起初还是这种丹霞的地貌，但随着海拔的逐渐升高，我们又进入到青海草原的地貌。既然是草原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藏地草原上最有名的一个神，那就是格萨尔王。路标上显示，这里曾经是格萨尔王在这里拴马的地方。于是我沿着路标一路找过去，结果都是格萨尔王拴马桩，结果跑到这里一看是一个清真寺。前面贵德县还是那种寸草不生的那种地貌，这边就是高山草原。你能想得到吗？实际上我已经看见了格萨尔王的拴马桩，只是此时此刻我并不知道这个就是格萨尔王的拴马桩。那么在这个画面当中，哪一个是格萨尔王的拴马桩呢？给你3秒钟时间猜一下，3、2、1。这个竖起来的凸起就是格萨尔王的拴马桩。哎，这想象力真丰富，我都没想到这个是拴马桩。驰骋在青海的大草原上，遥想格萨尔王当年的英武。山风吹来，我的身体上竟然感觉到一丝寒意。没想到我从西藏跑到川西，这次又来到青海，竟然又踏入了格萨尔王的领国土地。格萨尔王虽然已经不在人间，但是藏地处处留下了格萨尔王的痕迹。泰戈尔曾经说过，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，但我已经飞过。人这一辈子有一些事情总要去经历，好也罢，坏也罢，哪怕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只要经历了就可以无悔。我现在去的这个地方呢，叫宗喀拉泽，可能有些朋友没听说过，但是它是实打实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拥有者，被认证为世界上最大的拉泽。宗喀拉泽位于贵德县的拉基山垭口，紧邻着 G227 国道，海拔约3820米，开车路过就能清晰的看到。远远的望去，石堆上插满了木剑、长矛，挂满了经幡，风一吹，经幡摇曳，神圣感扑面而来。乍一看，这就是一座藏传佛教的寺庙，信仰感拉满。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座寺庙。宗喀拉泽，重点是拉泽。拉泽是什么？直白说就是藏区山口，山顶上用舌头
垒成的神堆、祭台，蒙语成恶帛，核心的用途就是古人祭祀山神、祈求平安的地方，是藏地原生信仰的载体。用我们汉地人的思维来说，这就是一座山神庙。但是它不仅仅是一座山神庙，它前面还有宗喀二字，是不是跟宗喀巴有关系呢？还真被你猜对了，确实是跟宗喀巴有关系。宗喀是什么？它是青海黄水流域，也就是今天的西宁贵德一带的古称。因为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创始人诞生于此，这个拉则便以宗喀来命名，以纪念宗喀巴大师，也延续了藏地最古老的信仰传统。有朋友就会说了，还说跟藏传佛教没关系，都以宗喀巴的名字来命名。确实，名字是这样命名的，但是这个确实不是藏传佛教，里面也没有任何僧人，它实际上是源于藏地最为原始的本土信仰，朴素的山神信仰。这个所谓的最为原始的本土信仰，我相信一说出来，很多朋友就会反应为本教。但实际上，宗喀拉则既不是纯粹的藏传佛教场所，也不是纯粹的本教场所。它的信仰根脉是源于原始的本教，原始本教是本教的早期形态，没有系统的教义，也就是最原始的崇拜，核心是万物有灵的山神崇拜、祖先崇拜，也就是藏地最古老的本土信仰。宗喀拉则的核心信仰就来自于本教，古人垒石堆、挂经幡、祭山神，这就是原始本教的经典做法。但它由于后期融入了藏传佛教的元素，相当于本教的内核叠加了佛教文化元素，是两者融合的产物。根上是原始本教，却又兼具多元文化的属性。现在的宗喀拉则，藏、汉、土、蒙多民族群众均会来此祭祀祈福，最终形成了这种独特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形态。前面有一个小水潭，有一尊雕像，龙女泉。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龙女会想到什么，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这是一个龙王的女儿，但实际上我大错特错，这并不是龙王的女儿。这个人是谁呢？说起来这个龙女啊，就得跟我前面提到的格萨尔王有关。很久很久以前啊，格萨尔王的珠母王妃随着大军路过拉基山的时候，时值大旱，人畜缺水。珠母王妃呢就心生怜悯，取下头上的绿松石发簪，往这个岩壁里面一戳，这个石缝啊立刻就涌出了清泉，救了当地的牧民和全军的饮水。这眼泉呢，从此之后呢就叫珠母泉。后来格萨尔王在旁边的山巅呢就设立拉则祭奠战神，这就是今天宗喀拉则的来历。有朋友就要问了，你讲了半天也没说龙女啊？其实这个龙女啊就是格萨尔王的珠母王妃，在藏语里面珠母就是龙女的意思，所以啊这个珠母泉就是龙女泉。从此以后以龙女泉为灵，以拉则为魂，一泉一庙守护着这方山口。众山之中，万神之殿。进入景区之后，藏族的同胞还给我进献了一条哈达，扎西德勒，谢谢谢谢。世界最大的山水文化殿堂，宗喀拉则。在宗喀拉则里面呢，供奉着13位战神。这13位战神核心是大通13位山神，也就是华瑞13神山，就是青海大通、门源、祁连、天柱、护柱一带的13座大山的山神，以港什卡为首，都是护佑一方的大战神。据说啊，他们生前都是部落的酋长，死后以山峰为神，所以宗喀拉则又被誉为众山之中，万神之殿。与我们汉地人看待山不同，在藏地人的心目当中，从来不是山里面住着山神，而是山本身就是神。当你以为神殿里面就是藏地本地的神仙的时候，我居然又发现里面居然还供奉着二郎神杨戬，还有文昌爷、文昌帝君，这个厉害了，掌握了文运、功名，读书人必拜，甚至还有孔子。这个宗喀拉则真正是藏、汉、蒙、土多民族共同祭拜的万神之殿。此次来到贵德县可谓是个巧合，事先我并没有来贵德的行程计划，但是在贵德我感受到了
藏地的信仰、回族的风情、汉族的烟火气，它们相互交融在青青的黄河与丹霞之间，让这里既有高原的辽阔，又有江南的温润。一县有岐山，一河有清流，一地有信仰。贵在有德，山河之清，这便是小众又惊艳的青海贵德。你如果路过贵德，一定要来打卡，感受这份超越千年的神圣。我是笑峰，还走在探索藏文化密码的路上。下一站，我将抵达贵南县和同德县，在那里我又将有什么发现呢？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Ka pe